就例如说你喜欢某个男生，你想要吸引他，可是一方面你又觉得他真的是太帅了，好像没有他就不行，他的很小，你不知道而已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介绍几个很常见的原因是让你显化不成功的原因。如果你已经用吸引力法则一阵子，但是还是没有显化成功的话，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影片哦，看看你是不是不小心中了几个，我也会告诉你解决办法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你一直在抱怨显化没有成功啊。如果你常常都在想说为什么还没成功？为什么还没成功啊？那就是你显化不成功的原因啊。因为你每说的一句话都会成真，所以当你说你显化不成功的时候，它真的就不成功了。所以不要再抱怨你显化不成功了，不要再抱怨说吸引力法则对你没效果了。你每说的一句话都有能量哦。如果你觉得没效果，它就是没效果；如果你觉得有效果，它就会有效果。就好像是你今天搭火车从台北要去台南好了，在车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一定会到台南嘛？虽然说中间可能要坐好几个小时，可是你知道你一定会到啊，你就不会去跟车长问说为什么还没到？你到底在开什么东西啊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很安心的在车上睡觉啊，做事情。对宇宙下订单也一样，你中间必须要很安心的相信这宇宙列车一定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，所以你中间就不需要在那边烦恼担心，然后一直问列车长你到底开到哪里去了没，完全不需要这样子。也很像是你在餐厅点菜啊，你点完之后你就会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嘛，开始玩手机了，你不会一直跑去厨房里面问他说你到底煮我的菜了没？你到底煮了没？不会嘛，你就很安心的在等你的菜，所以跟宇宙下订单是一样的道理哦。再来，这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你太快放弃了，你才下订单没2天，然后没看到结果你就放弃了。这个就跟你坐火车要去台南，可是你到台中你就下车了一样的意思。明明就已经往台南的方向去了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中间下车嘞？就是不够耐心啊。每一个愿望所需要的时间不一样，你要有耐心。Neville Goddard 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，显化的过程是非常像怀孕的过程。当你向宇宙下订单的那一刻，就是受精的那一刻。但是每一种物种它所需要的时间不一样。例如说人是需要9个月嘛，小鸡或小鸭需要3个礼拜，袋鼠是需要1个月多，一匹马可能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。每一种物种需要的怀孕时间不一样，每一种愿望所需要的显化时间也不一样。如果说你中间就开始自我怀疑啊，担心害怕啊，那就像是你在你的肚子里面踢了一脚一样，明明就已经怀上了，你却要踢他一脚，那不就很容易流掉吗？你在怀孕的过程呢，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你肚里面的小孩嘛，虽然你还看不到他，像宇宙下订单是一样的道理。宇宙正在准备你的愿望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，保护这个愿望。你每次一个正面的想法，都好像是给他一个养分一样，让他可以更健康的孵育长大。等到这个愿望已经成熟之后呢，它就会跑出来了。所以中间一定要很有耐心哦。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并没有很明确知道你到底要什么，就好像你去银行提款的时候，你不会跟他讲说我要提很多钱出来。他怎么知道很多钱是多少？你要具体一点，你知道你要多少，或者是你想要怎么样的工作，详细的条件，你想要怎么样的理想对象，详细的条件都列出来，这样子宇宙才有办法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嘛。所以下订单的时候记得可以明确一点哦。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一直想要测试宇宙，你想说我就来试试看显化这个好了。那没有中的话，代表这个没效嘛。那你这个背后的信念其实就是不相信宇宙，或者是你一直想要宇宙给你一个 sign， 好像你没看到一个 sign 就是没有效果一样。这个真的蛮常见，很多人就会说宇宙你让我看见一个 sign， 让我代表说我有在显化的路上。你其实完全不需要 sign， 有时候显化的过程它是根本没有 sign 的，是直到有一天咻就出来了。如果你一直需要依靠这些 sign， 那你就代表你根本就不相信宇宙。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把这个愿望看得太重要了，你把它放得太上面了，你把自己放得太下面了，你就会离那个愿望很远很远很远。而且这个背后是一个匮乏的心态。就例如说你喜欢某个男生，你想要吸引他，可是一方面你又觉得他真的是太帅了，好像没有他就不行，那就代表你把他放得太高了，你把自己放太下面了，你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，这样子就没办法吸引啊。你跟你的愿望一定要在平等的立场上，你才会比较好吸引。那要怎么样平等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把自己拉上来一点，
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，你要知道自己配得上他，这样子才会平等。或者是你要把他拉下来一点，就是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帅啊，他也是个普通人啊，他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美好。很多时候你交往之后就发现，就这样子哦，他也会挖鼻孔，也会大便，也会放屁。所以你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那么高的位置，你就把它拉下来一点，你自己拉上来一点，平等一点。很多愿望你就是要用平常心去看待，这样会更容易显化哦。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其实害怕得到你的愿望，就是你的潜意识呢其实不想要这个愿望。你虽然表层意识是想要，可是潜意识害怕得到。就例如说，虽然表层意识是说我很想定下来，想要有男朋友，可是潜意识其实害怕失去自由的，害怕被劈腿，害怕被背叛。那这样子表意识跟潜意识谁会赢呢？潜意识会赢。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他想要很多很多钱几千万几亿好了，可是他的潜意识其实是害怕拥有这些钱的，害怕别人跟他借钱，可能害怕自己不会用钱，可能害怕管理这些钱，害怕自己变得太有钱别人就讨厌他被排挤，可能害怕别人嫉妒自己，很多很多原因啦。或者说你表层意识是想要环游世界好了，可是潜意识呢又很害怕水土不服，怕晕车，怕晕船，怕晕机，或是害怕语言不通，或是害怕吃的不习惯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你那个迟迟没有实现的愿望，是不是你背后有在害怕一些什么东西呢？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的整体频率太低，也就是你保持在那种好心情跟平静的时间太少了，而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开心的。因为你要显化梦想的话，你其实频率也要稍微高一点，不一定要每天都很嗨，但是你至少要平静，或是有点微笑开心这样子。整体频率太低，你就会排斥掉很多很多很好的人事物的机会。你应该曾经有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本来很想买那件衣服，可是因为柜姐的态度不好，你就不买了嘛。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吧？就是那个柜姐她当时的频率太低了，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她的客人去买她的产品。还有很多男生想跟你搭讪，可是看到你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可能就不想跟你搭讪了，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错过啦。所以保持一个高频率还是蛮重要的哦。再来这个原因就是你一直忽略你的直觉，就是每当你有一个 idea 或一个直觉跑上来的时候，可是如果你一直把它打掉，那你的直觉就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可是很多时候宇宙要引导你，都是透过直觉来引导你的。如果你一直盖掉这个直觉，不去听它的话，你就不会知道这路要怎么走。例如说，你现在到显化你的目标中间有5个步骤好了，宇宙会先给你第一个步骤的直觉，可是如果你一直推掉它，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听的话，它也不会给你第2个步骤，它只会给你第1个步骤，一直给你，一直给你，但你一直不要，一直不要，那你后面的路全部都不知道该怎么走。所以平常一定要听自己的直觉。跟你讲一个故事，在英国有一个女性，她那时候刚生了一个 baby， 可是老公就对她家暴，然后就离婚了。她就带着一个小 baby 变成一个单亲妈妈，然后那时候又没工作，她就要靠着社会的补助金来生活，然后她又面临她自己的妈妈去世，这种多重的打击。她那时候脑袋里面一直都有个 idea， 就是一个故事，她很想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所以她就每天去咖啡厅开始动笔，一直写这个故事，因为那个灵感源源不绝的一直来。可是一方面他是带着小孩子，又领社会补助金，旁边的人可能会告诉他说，你赶快去找一份工作，你怎么还会在咖啡厅写作呢？写作怎么会赚钱呢？那他都没有听这些声音，他就是每天去咖啡厅把他的 idea 全部写下来，写成一本书，一边过着很贫穷吃土的日子。他心中的直觉告诉他说，就是一定要把小说写完，而且一定要找到出版社。这本小说很难会被出版，但是只要一旦出版了，一切就没问题了。他就真的写了一本很厚的小说。他那时候到处投稿，各种不同的出版社都被拒绝，真的很难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小说。后来终于有一间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小说，顺利出版之后就风靡全球了。那本书就是《哈利波特》，这个女性就是 J.K. 罗琳。他如果那时候被理性脑控制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，我不能在这边写小说了，那就不会有哈利波特了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他。好，这故事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其实要很尊重我们内心的直觉跟一些灵感，那些都是宇宙给我们的。如果你不尊重它，一直把它砍掉，不听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走你该走的路，实现你的梦想，好吗？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听自己的直觉哦。
再来这个原因就是它的引擎是坏掉的。这个故事就是呢，曾经有人问吸引力法则老师 Abraham 说，我一直很想要吸引这台车啊，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吸引成功嘞？Abraham 就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引擎是坏掉的。宇宙知道这个引擎是坏掉的，它不希望给你一台坏掉的车子，可是你一直想要这台车子，所以你就会一直执着在这台车上。但宇宙不希望给你这台车，它已经安排了另外一台车给你，了解吗？宇宙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但你看不见它的计划，所以你就会以为你失败了。事实上还有更好在等你。就像我之前有分享的故事，就是那时候学生时代，我在暑假找实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好几个人都去面试同一间公司，我也去面试了，他们其他人都上了，然后我没上。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说，哦，一个月有多少又多少啊，很开心很爽啊。然后我是有点小难过，我就一个人没上，很丢脸这样子。可是隔了1个礼拜之后，我就得到另外一个面试机会，在另外一间公司，我一去就上了，而且钱还比他们多，我还不好意思讲嘞。我就发现宇宙真的都安排一个最好的东西给我，我以为我失去了，其实我得到的更多，而且那公司的人又很好相处，那 project 也很有趣，所以我暑假就过得很开心，又赚了很多钱。就算你一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后面真的有更好的在等你，没有失败这件事情，一切都是在成功的路上，所以你就不用执着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工作上面，有可能那个人他的很小，你不知道而已。宇宙不想要你跟一个很小的人在一起，他准备了一个30公分的给你，或者是你以为那间公司的那个工作是你的 dream job， 但是你不知道里面累得跟狗一样。好，那这样子许愿的时候该怎么许呢？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个人或那个工作，你该怎么许呢？你可以说，宇宙啊，你给我这个人，或者是比他更帅更适合我的人。宇宙啊，你给我这份工作，或者是比这个更轻松更好更有钱的工作，都可以。这样子你的宇宙订单会更有弹性，你也会觉得很安心，因为你一定会得到这个或者是比它更好的，显化的过程也会更顺利哦。好，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原因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你有不小心中哪一个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这边有个播放列表，里面有各种小故事，让你把吸引力法则应用在生活上。我希望我的影片可以给你一些启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